在纽约曼哈顿的金融区，有一位名叫艾米丽的年轻女性，她毕业于常春藤名校，拥有令人羡慕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却在华尔街求职路上屡屡碰壁。面试官们总是礼貌地告诉她，你的简历很出色，但我们在寻找更适合团队文化的人选。6个月过去，艾米丽的信心逐渐崩塌，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一次偶然的咖啡馆邂逅，她遇见了曾在同一家投行工作的资深 HR 玛丽安。当艾米丽倾诉自己的困境时，玛丽安只是静静地打量着她，皱巴巴的西装外套，随意扎起的马尾，几乎不存在的妆容，以及那双透露着疲惫与不自信的眼睛。也许问题不在你的能力，而在你如何展示自己，玛丽安直言不讳。华尔街是个讲究第一印象的地方，你的外表传递着什么信息？他在告诉别人你不够重视这次机会，不够专业，甚至可能不够自信。艾米丽起初感到被冒犯，但玛丽安的话确实触动了她。在接下来的2周里，她接受了玛丽安的建议，重新定制了符合职场要求的服装，学习了基础但精致的妆容技巧，改变了发型，甚至调整了站姿和眼神接触的方式。当她再次踏入那家曾拒绝过她的投行大厦时，电梯里的镜子映照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艾米丽。不仅仅是外表的变化，更是那种从容自信的气场。面试官明显对她的转变感到惊讶，而这次她成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职位。6个月后，当艾米丽已经成为团队中的明星分析师时，她的主管私下告诉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最终选择了你吗？因为你展现出了转变的能力。在这个行业，适应力和自我提升的意愿比任何技能都重要，而你的形象转变正是这种能力的最直观体现。艾米丽的故事揭示了一个简单却常被忽视的真相：人生最大的捷径就是好好打扮自己。这不仅仅是关于外表的肤浅变化，而是关于如何通过外在的蜕变激发内在的能量，从而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让自己保持好看这件事，和充盈头脑一样重要。这不是虚荣，而是一种自我投资和尊重。生活中，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好好打扮的人，在外形保持清爽体面的情况下，往往更容易被优待。不管是职场还是商业场上，大多数人从小到大接受到来自父母的教育是，内在比外形重要100倍，打扮得那么好看不能当饭吃。于是我们就慢慢地丢掉了打扮欲，任由自己邋遢下去。但其实只要进入社会，就会发现好看确实会吃到很多红利。比如面试的时候，在同等履历前提下，形象更佳的那位往往容易胜出。当然了，美貌本身不是王炸，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倘若美貌加上任何一个技能点，这种交叉式的个人特质，就能够爆发出强大的竞争力。这在互联网上也频频应验。颜值经济本身很难变现，但一个有颜值加有特长的个人 IP 所造就的就是极度稀缺的气质，也更容易引来更多的流量关注和变现机会。好好打扮这件事，除了向外可以顺应时代的颜值红利外，向内也是一件充满积极自我暗示的事情。有些女生化妆和不化妆，洗头和不洗头，压根就是2种人格。前者自信昂扬，做什么都气场全开，甚至执行力都强了不少，而后者就显得底气不足，
容易眼神闪躲，见人也想绕道走，失去打扮欲，会降低能量，很明显的。很多时候，外在就是内在的能量开关。美国心理学家亚当·加林斯基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当人们穿着正式或专业服装时，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会提高，决策更加果断。这就是所谓的着装认知效应。我们的衣着不仅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还会通过象征意义和实际体验，反向影响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认知能力和行为表现。好莱坞著名造型师蕾切尔·佐伊曾说，当你穿上能让你感觉良好的衣服时，你的整个能量场都会改变。这不是关于追逐时尚，而是关于找到能够激发你最佳状态的个人风格。很多人之所以不爱打扮自己，无外乎2点，要么是觉得好好装扮自己很浪费时间，要么是深信实力是一切的基础，内在可以打败一切。这都没错，但从现实角度考虑，好好打扮自己虽然会在每天花掉自己一部分时间，但往外释放的却是积极向上的信号，往内提升的也是自己的高配得感和高能量。我始终都相信人的机缘和机会是通过被看到而得到的，而被看到的途径，要么是实力超群，要么是外在具备优势。如果两者都能具备，那几乎就是王炸牌。特别是在职场上，一个人能保持外在的好形象，说明这个人在工作能力的基础上，还同时兼具保持好的工作状态的能力，于是也就更容易得到领导或是客户的信任。我有个在大厂干了4、5年 HR 的朋友，也和我说过一个职场招聘潜规则，那就是同等能力的情况下，几乎100%都是形象好的人胜出。当然，好好打扮这件事，第一出发点并非为了对外讨好，而是以一种利我姿态，撬动外界的善意和人生的机缘。形象好，就显得有灵气。有灵气不一定是外貌五官天生多姣好，而是从内到外自信和松弛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来自于对自我的认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世界永远都是先敬皮囊再敬魂。你通过外形来提升他人对你的好感度，好运气也会在无形当中聚集。在硅谷，有一位名叫杰西卡·阿尔巴的女企业家，她不仅是好莱坞知名女演员，还创立了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 The Honest Company。 在一次创业分享会上，她坦言，我曾经认为，在商业世界里，我需要穿着严肃的黑色西装，把自己的女性特质隐藏起来，才能被认真对待。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真实的展现自己，包括我的外表。当我开始穿着既专业又能表达我个性的服装时，我反而获得了更多尊重和机会。一个人的气场往往来自于自己的起心动念，而当你的起心动念尚且无法任由自己随意调度的时候，通过打扮让自己产生心态上的蜕变，就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帮你快速提升气场。听说过一个言论，现实里很多视力近视的人，往往在没戴眼镜的情况下看起来气势不足，望向远处习惯性眯眼，就会给人一种不够笃定的感觉。当然，这个结论无法以偏概全，只能说某种程度上契合一部分人的现状。就好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小的时候视力就不好，但一直到初中才佩戴上了第一副眼镜。那时候感觉眼前的世界一下子亮了起来，
内心的底气也提升了不少，成绩也慢慢上去了。再到大学的时候，把框架眼镜换成了隐形。有时候寒暑假和高中同学见面，他们都觉得我整个人看起来和高中时很不一样，觉得现在整个人很活泼。我自己也有体感，当意识到自己收拾干净得体，视线清晰的时候，就隐隐觉得内心有自信，对人生有种掌控感。特别是越是人生处于低潮之时，越是要通过收拾外貌，穿好看的衣服，来提升自己的精气神。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喜欢省事，都很懒，所以对任何人的判断标准都是以貌取人，真正以内在取人的都很少。你也许自己不那么认为，但外人看你的外貌，潜意识就会推断你的能力、阅历与才华。这无关公平与否，而是人性从来都如此直接。尽早明白这一点的人，往往就比大多数人更早开窍，并且能更好地布局事业与人生。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指出，在后传统社会中，自我变成了一个反思性的项目。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如何呈现自己。外表成为了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尤为明显。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我们的形象不再仅限于面对面的互动，而是扩展到了数字空间。Instagram、TikTok 等平台的流行，使得视觉形象成为了个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机会。法国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曾说，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创造第一印象。这句话虽然简单，却道出了形象管理的核心真理。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让他人对我们形成初步印象，而这个印象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互动和机会。获得好皮相的前提是去着相。每当我觉得精神紧绷，为了更新文章日夜颠倒，吃饭也不及时的时候，就是状态最差、最down的时候。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久了，就很容易让整个人变得很没能量，压抑情绪加重。这时候别说好好收拾自己了，连大门都不愿意出。后来我去看了当地一个有名的中医，听完对方的分析，才知道很多时候现代人都处于一种着相当中。什么是着相？其实就是神色混沌，无精打采，皮肤暗沉，心力憔悴。简单来说，就是体内垃圾毒素太多，心理也不协调，整个人好像堵住了一般。所以最好的驱浊方式就是先自我调整，需饮食方面的浊，需身体上的浊，需心理层面的浊。根据医生给我的建议，再加上平常我日常的自我调理，将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饮食方面，少吃冰寒、高甜、油腻、高盐的食物，3餐尽量规律。身体方面，睡眠规律，少熬夜，多进行轻运动，消除身体炎症，气血就容易通。心理层面，不要生闷气，不说丧气话，遇到烂人烂事解决不了的问题，绕着走，压抑愤怒，都容易导致五脏六腑受力。总而言之，这3方面的浊气，适当驱一驱，对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而且人最好还是要流动起来，3-5天待着不出门，
没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大脑也会跟随着停止，人就会陷入一潭死水的状态。人的能量也需要流动才能保持清澈，让自己适当接触自然，多晒太阳，或者体验1周1次的20分钟公园效应也不错。只要内在的频率调整好了，则外在的形象也自然会得到加分。毕竟你身体轻盈的时候，双眼也清亮，甚至更有打扮欲。在丹麦，有一个著名的生活理念叫 Hygge， 读作胡嘎，意为舒适和幸福的生活方式。丹麦人认为，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的平衡和满足，他们注重生活的质量而非数量，强调与自然的联系，以及身心的和谐。这种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外表的光鲜亮丽必须建立在内在健康的基础上。美国著名演员格温尼斯·帕特洛在创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品牌 Boop 后，经常分享他的内外兼修理念。他认为，真正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装饰，更是内在健康的反应。他提倡通过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和冥想来达到身心的平衡，从而自然地散发出魅力。日本的断舍离哲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一理念强调通过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空间的整洁。当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简洁有序时，我们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平静。这种内在的平衡自然会反映在我们的外表上。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外表不仅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还会影响我们自己的自我认知和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着装效应 （Enclosed Cognition）。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穿着他们认为代表智慧或权威的服装，如实验室白大褂时，他们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会明显提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人对穿着白大褂的人有更高的期望，更是因为穿着者自己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同样，当我们精心打扮自己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改变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也在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表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行为不仅仅是思想的结果，思想也是行为的结果。当我们通过打扮自己来表达一种积极、自信的状态时，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积极和自信。这种现象在职场中尤为明显。研究表明，那些在工作日穿着正式服装的人，往往比穿着休闲服装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更强的谈判技巧。这不仅仅是因为正式服装给人一种专业和权威的印象，更是因为穿着者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在社交场合中，那些精心打扮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他人的注意和好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外表更加吸引人，更是因为他们通过打扮表达了对社交场合和他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回报。此外，打扮还可以成为一种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方式。通过选择特定的服装和风格，我们可以向世界传达我们是谁，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属于哪个群体。这种自我表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现代社会中，外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肤浅的概念，
而是成为了我们表达自我、建立关系和创造机会的重要工具。通过理解和运用这一工具，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形象管理已经成为了一种战略工具。通过精心打造自己的外表和形象，我们可以在竞争中获得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求职和晋升中，还体现在商业合作、社交网络和个人品牌建设等多个方面。在同等条件下，那些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美国著名企业家马克·库班曾说，在商业中，你不仅仅是在销售产品或服务，你也在销售自己。如果你不能有效地展示自己的价值，那么无论你的产品或服务有多好，都很难获得成功。这种观点在个人职业发展中同样适用。在职场中，那些懂得如何展示自己价值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机会。而形象管理就是展示自己价值的重要工具之一。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人形象的重要性更是被放大。通过 Instagram、LinkedIn 等平台，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和价值。那些懂得如何在这些平台上展示自己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机会。此外，形象管理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个人品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让自己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而个人品牌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和风格，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个人品牌，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虽说外貌是爹妈所生，但除了天生的五官和身形外，你的状态、灵气、妆容可都是自己营造的。所以任何时候，别丢掉向上的决心，让形象和气质走在能力前面，也不失为一种错位竞争，也能让你和身边人拉开差距。打扮自己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投资，就像我们投资教育、技能和人脉一样，投资自己的形象同样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这种投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投资，更是时间和精力上的投资。通过花时间研究适合自己的风格，尝试不同的穿搭和妆容，我们可以找到最能展现自己魅力的方式。美国著名时尚顾问蒂姆·冈恩曾说，风格不是关于花多少钱或追逐最新的时尚趋势，而是关于找到最能表达你自己的方式。这种观点强调了形象管理的个性化和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在职场中，那些懂得如何投资自己形象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机会。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形象更加专业和得体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晋升和加薪。在社交场合中，那些懂得如何投资自己形象的人，往往能够建立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交网络。通过展示自己的品味和风格，他们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有价值的关系。此外，投资自己的形象还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回报。当我们看起来更好时，我们往往感觉更好。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挑战。当然，投资自己的形象并不意味着追求完美或符合某种特定的美丽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风格，关键是找到最能展现这种魅力和风格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真实和自然，
过度的修饰和伪装不仅不会增加我们的魅力，反而会让我们显得不真实和不自信。真正的魅力来自于对自己的接纳和自信的展示。在探讨了打扮的各种好处和策略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打扮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打扮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他人或获得外在的认可，更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尊重的方式。通过精心打扮自己，我们表达了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展示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美国著名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说，美丽的最高形式是内在美丽的外在表达。这种观点强调了内在和外在的统一。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品质的外在展现。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通过打扮自己，我们可以在这些压力和挑战中保持自我认同和自信。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形象表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此外，打扮还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关爱和自我疗愈的方式。当我们感到疲惫或沮丧时，通过打扮自己，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心情和能量，重新找回自信和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平衡和适度。过度关注外表可能会导致焦虑和不安，而忽视外表则可能会错失表达自我和建立关系的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是形象管理的关键。最后，我们需要记住，打扮的终极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成为我们的负担或压力。如果打扮变成了一种负担或压力，那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好好打扮自己确实是一种高效的人生捷径。通过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我们可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建立更广泛的社交网络，提升自己的自信和能量。但我们也需要记住，真正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外表，更来自于内在的品质和能量。外表可以吸引他人的注意，但只有内在的品质才能保持他人的兴趣和尊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探索的态度，尝试不同的风格和方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